中国这次房地产调整，我刚才说了，实际上我们城市化率、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才到了一半，48%。过去几十年增加了30个点，今后几十年还可以加30个点，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循环空间，以后可以化解。我讲了这个以后呢，就是宏观上看，中国这次房地产是严重的调整，严重的冲击。如果继续严重的调整下去，比如说刚才说的5项指标跌了50%、60%，如果再有2、3年再跌个20、30%，跌到70、80%、50、60%的话，那整个经济、老百姓的住房就会崩盘，就会变成断供的房，许多老百姓房子也可能进入拍卖的情况，然后各种房产商呢就会倒闭。现在坏账、债务在房产商手中，他一旦破产、关闭、倒闭，债务就是坏银行的账，银行增加10万亿、20万亿、30万亿的坏账，那银行是全国的财富，那也是不得了的事。然后房地产呢，又是一个拉动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，它如果负增长过长，把中国 GDP 增长也会拉低。总之，房地产也是龙头产业，房地产一萧条，跟房地产有关的制造业有40多个行业，什么机械啊、家电啊、建筑行业啊，各种各样的产业都会衰退。那么房地产也是个很大的就业面，它这一困难至少减少几千万农民工、建筑工人的就业。总之，这方面是必须解决的。那么我刚才说了，中国的城乡融合从宏观上会为今后20年住宅类的房地产发展提供一种基础性的需求，这需求刚需还是在的，慢慢的会释放。第二个，当下直截了当的对房地产的拯救呢，至少国家在3中全会以后，在去年9月24号政治局开会以后，国庆节以后的各部门布局的救市措施里，在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里都体现的至少有5种措施。第一个措施就是国家在去年初拿3000亿，到了9月底呢，明确宣布拿3万亿，我估计到明年呢还会有个3万亿，甚至变成6万亿。总而言之，最终会有个几万亿甚至10万亿来收购房地产的库存。我们这场房地产的危机关键是产能过剩，差不多有20亿平方米的一手房库存，那这个库存至少会带出10万亿的现金流回不来，房地产商就资金链断了以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三角债问题。那么如果我们国家拿了几万亿，现在房价是比正常价格呢打了6折、打了7折、打了6折，我们在那打6折的情况下，本来1万亿买1亿平方米，现在可能买1亿6平方米，那么可以多买很多的房子。那么中国政府呢，可以用这个概念呢，买它10亿、15亿，甚至20亿平方米，把房产商的库存变成国家储备的国有产权的房屋。这个国有产权房屋呢，租赁给老百姓做公租屋。任何一个国家应该都有这样的公房，这公房是给老百姓、城市居民居住的。香港有50%，新加坡有70%，一般的国家会有20到25%。我们国家也明确要建立20%到25%左右的国家产权的但给老百姓居住的保障房。那么因为过去这些年房地产过分的发约，使得我们政府手中的保障房只占居民的需要的总量的5%，所以利用这一次把
我们10亿人口嘛，假如说有2亿人是需要政府保障房，一个人10来平方米要20多亿，现在有5%在手中，还要增加15、16个点，那么就需要买它个10几亿、20亿平方。如果买了以后，政府手中有了这20多亿平方米，就能够给2亿城市居民，不管农民工进城要租赁房，还有大学毕业生当时买不起房要租赁这些房，总之就可以起到保障作用。同时开发商拿到了这笔钱呢，他拿到了5万亿，他不是利润，他要去还债。5万亿到了债权人手中，债权人又会还他的债务，有2次、3次一循环，就可以10几万亿、20万亿的三角债的出清。所以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，国家现在正在推进。同时最后要说的话，是不是政府就套牢了，要拿5万亿、10万亿套在里边，几十年背债呢？用不着的，因为你是打了6折买的房，然后你租赁给老百姓做公租房，利息商品房的租金每个月的租金也差不多打6折，所以你就等于商品房买来商品房出租一样，投入产出是平衡的。你把这笔租金作为类子，在资本市场上发债券 ，ABS 债券发了以后，这个债券是可以有4%左右的利息收入的。老百姓现在100多万亿存款，利息是1.8%，那么老百姓完全高兴的会拿出10万亿买政府这个债券，最后呢可以得到4%的回报。所以这件事一举3得，市场增加了老百姓理财的资金资本，政府多了20%人口获得保障房居住的能力。第三，房产商呢把自己10年、20年积累的卖不掉的库存，打了个6折卖给了中国政府，一举3得，就化债，就把它化掉了。这是一件事，这件事现在正在做。年初说3000亿，现在说3万亿，我绝对相信到明年事情赚得好了，3万亿翻一翻变6万亿、10万亿，最终这10万亿也不是要政府财政出的，也不是100年套在里边的，所以这件事是个市场行为，一举3得，这是一个措施。第二个措施，就政府已经拿出几万亿，是支持地方政府对城中村危旧房进一步的加深改造，然后进一步提出来呢，我刚才说的2万个镇里边乱糟糟的比较老破旧的房子也应该放到这种改造里，因为它就是城市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说明中国今后3年5年基础设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，这是第2个启动市场信号的。第3个呢，就是中国的，就是说企业的房产系统的融资，在这一次改造以后呢，进行调控呢，会把现在房产商80%、90%的负债率，会着力的把它降到50%左右。房地产是重资产，全世界房产商负债率都不超过50%，包括香港是炒房地产的祖宗，香港所有房产商平均负债率30%到40%，中国才出现了80%、90%，因为我们买地的钱是借来的，造房子开发贷又是借来的，房子造好了还没造好了卖出去按揭贷款又是借来的，3个负债率叠在一起，这样就80%、90%的负债。如果你买房子的钱是自有资金，你100亿买了一块地，这个地是你的钱，你抵押给银行拿到了7、80亿做开发贷，所以如果你3个贷款，有1个是自有资金，2个是正常的贷款，叠加在一起就是50%、60%。所以这里边是我们钱到源头上没管好。这地方不要发明创作，就按全世界通用的规则，买地的钱不能银行背着，
89%是银行背着，而是要用自有的资本，这是个铁的原则。我在重庆就这么干的，重庆的房产商的负债率就相对低一点，就这个原因。你不能为了让他负债，然后地价翻一翻，300万一亩变1000万一亩，增加的钱凡是银行后边堆，这样的话房产商的地王、出格的地王都会出现。所以这件事必须在源头管住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老百姓按揭贷款绝不能把首付给丢了，丢了就要闹金融泡沫、金融灾难。所以20%、30%的首付，第一套房20-30%的首付，第二套房50%的首付，等等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把这件事就平衡了。那最终呢，使得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，房地产占有中国金融资源40-50%的状态，就要把它调整过来，调整到20到25%，就形成一个新格局、新常态、稳健的状态。那么75到80%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、工商企业服务，房地产占有的资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占了40%以上，甚至有的地方占50%以上，金融资源都被房地产吸收了。这个格局要变化，最终老百姓的资产、家庭资产，现在我们中国70-80%的老百姓家庭财富或者家庭资产就是那个房子。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，家庭资产有40到50%是房产资源、房产的金融资源等等，不能这么一棵树吊死。总而言之，中国的金融系统跟房地产关系在这一次调整中也会得到化解。那么这讲到了第4个方面，第3个方面，再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整个中国房地产的企业数量，现在有9万多个，全国差不多每就是我们14亿人，城市居民9亿多人，每1万人摊上一个房产公司，世界之最。我可以说一句这么话，全世界180个国家，全部的房产商讲造房子的房产公司，没有我们中国多。所以中国全民炒房、工农兵学商，哪个行业在过去10年不开个房产公司，好像吃了8辈子的亏，都搞房产。那么这房产呢，整个美国你知道有多少个开发公司啊？特朗普也是个开发公司，家里边开发公司美国没超过500个。这是美国房地产协会会长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专门问了他，他讲了这些概念。我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太多。那么我自己认为，这一次2-3年以后，大家再来一次统计的话，中国房产商的企业注册为开发房子的、造房子的企业会降到2万个以内。那么差不多7万个里边呢，会有6万多个是自主歇业，还有那么几千个呢，可能破产、关闭、收购、兼并、合并，是碰硬的调整消失的。有一大半呢是现在开始停业了，不干了，逐渐就注销了，自己注销了，也没什么债务问题，就自己消失掉了。总而言之，中国房地产不规范的高利贷、借贷、高贷款的比例融资、高地价的买地、大楼盘的造房，这个大楼盘大到了100万平方米算小的，1000万、1500万平方米的一个楼盘，大家去看，凡是中国房产商最近5年搞到1000万平方米以上楼盘的房产商，现在通通倒闭。碧桂园在马来西亚发神经，搞了个2000万平方米的一个开发区。我在大概5年前看到他这张规划图，一看我就知道碧桂园一定要不了几年倒闭，神经病，发神经。本来干得好好的，忽然发神经去干这么个活。恒大在中国南通搞了个1500万平方米的小区，在海南岛、海花岛也搞了个1000万，恒大也进入灾难的
窟窿里边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开发商这些不规矩的、不规范的、一根筋吊着发疯的行为，都会今后逐渐会减少。那么这是第4个，最后一点，经过这一场暴风雨的洗涤，中国房产进入到一个新格局、新常态。那么不管是金融还是建设规划，还是各个方面，都会有更好的有序的发展。最后大家关注的就是房价。中国的房价在2020年家庭收入23年到30年买套房，这国家有统计。那全世界一般家庭收入7到10年买套房。那么这一次一跌，房价已经从2020年那个高房价，现在2024年已经跌到了2014-15年的房价的均价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现在的房价跟老百姓收入比呢，已经不是20-30年买套房，是10几年，10年到20年买套房。那么这个收入比呢缩小了一半，好事啊。那么如果今后10年的房价不会马上又往上涨，又去翻一番，但是每隔10年 GDP 翻了，人均收入翻了，这个时候收入比跟房价比就会从现在10到20年缩小到，就是说8到10年，就跟世界合理的性价比相当。这个售价比相当，就是人的一生40多年的收入，工作40多年收入1/6的钱买套房。世界上房地产有个概念，如果一生的1/6的收入买套房合理，还有你如果不买房是租房，1年的收入的1/6租套房也是合理的。如果你1年收入拿了50%的钱租房，你房子的成本太高，你不该住那么大那么高的房子。所以总而言之，3个1/6：一，租房年收入1/6租房，买房一生收入40多年收入的1/6买个房。城市作为一个市长，一个城市管理者，一般是你每年 GDP 的相当于1/6来建房，固定占投资的1/4，也就每年房地产投资不要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1/4。固定资产是 GDP 的60%多一点，那么60多一点算下来就是 GDP 的1/6来搞房地产建设是持续稳定的。如果你建房的资金量等于 GDP 的30%、40%、50%，这地方一定泡沫，乱搞一气。以上是我讲的中国中长期来说，我们的城乡融合为城市会提供大量人口，会把房地产过剩的产能会吸收掉一块。第二呢，眼下当下呢，短期来说呢，中央政府已经出台的5种措施也在化解房地产难题。最后归结为一句话：2025中国房地产止跌回稳，形成未来发展新阶段的起点。这一点大家要有个乐观向上的判断。房地产在2025年以后不会再像过去4年对中国经济是负拉动，你本来有7个点，房地产呢负拉动2个点，你最后变5个点。至少今年房地产不再负拉动，它也不定正推动，这样你其他的产业该有多少点就多少点。这样的话呢，止跌回稳以后呢，我们不期望房地产又来5年翻一番，但至少15年、20年，随着 GDP 15年、20年翻，房地产也同步增长，这是会出现的新格局。
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，就是中国经济用改革的办法来化解房地产的困难。